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迁西县有个叫庄二的人，10岁那年父母患病先后离世，留下几亩薄田。可怜庄二挺着弱小的身板，学着旁人耕种收割，却换不回一半的产粮。家里没有余钱，更没有余粮，为了活着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就这样一日又一日，终于长大成人，看着别人都拖家带口，牵着婆娘抱着儿子乐呵呵，要说不羡慕那是骗人的。庄二觉得娶个老婆热炕头，每日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，那该是多美的事情。可惜今年20岁，活着已是件值得称道的事，手头一个铜板都没有，怎么会有姑娘看得上他？这日，庄二喝着白粥，就着些咸菜，喝着喝着眼泪掉了下来。米缸已见底，那片贫瘠的土地种不出金疙瘩，在丑丑漏风的屋子，自己苦啊！一时间悲从心来，粥也不想喝了。想到自己贫困潦倒活了这么些年，除了会喘口气啥都不会，倒不如一死了之，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胎个好人家。说做就做，庄二找了一根麻绳，踩着凳子准备吊死在屋梁上。正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有人吗？庄二懒得理会，将绳子挂在了屋梁上。有人吗？可怜可怜老头子吧，讨口水喝行吗？哎，庄二叹口气，死都死不安生。他蹦下凳子打开门，原来是一个老乞丐。老乞丐还准备继续敲门，没想到门突然打开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老乞丐望向眼前年轻人，满脸晦涩，后面一根绳子还在那晃悠，看来他来得正好。小伙子，能给老朽一碗水吗？等会老人家。庄二用葫芦瓢舀来半瓢水，喝吧。老乞丐咕噜咕噜几口下去，畅快一声，又道：小伙子，能行行好，再给我些吃的吗？庄二忍不住翻了下白眼，这还没完没了了。想着没喝完的粥，算了算了，临死前做些好事吧。庄二将粥都倒在葫芦瓢里，然后连瓢带粥全塞给老乞丐，都拿走吧，反正我也用不上了。老乞丐关切望着庄二问道：怎么了，年轻人？如果不介意，不妨同我说说。老乞丐满脸脏污，此刻却如同有种魔力。庄二一五一十回答道：我穷得活不下去了，娶不起媳妇，吃不起饭，过得还不如富家老爷的一条狗，至少他还有肉吃。老乞丐听完忍不住笑道：人哪能和狗比？人能改变命运，狗能吗？我活到现在，还不是一穷二白，能有啥子机会改变命运？除非天上掉了个金疙瘩砸在我屋里。呵呵，年轻人，你看我现在每日在外讨饭，也照样活得乐呵，你瞧我寻死了没？庄二看着老乞丐邋遢样，叹了口气：我没你这心境，你是年纪大了，活一天是一天，我还年轻，如今这般模样，还有几十年苦吃，太久了。老乞丐喝口粥，咂咂嘴：今个也算有缘，老朽喝了你的水，吃了你的粥，就告诉你个发财的法子。庄二忍不住笑：老人家，你自个都混成这个模样，你告诉我发财的法子，我真不想活了，你别骗我了。老乞丐瞪眼道：要不是看你心肠好，我才不告诉你。再说你连死都不怕，你试试再去死又怎么样？庄二一听也是这个理，当下请老乞丐坐下详细说说。老乞丐理理那头鸡窝样的头发，摸摸莫须有的胡须，竟还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他得意洋洋说道：想当年提起我周太的名字，这方圆百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当官的有钱的个个奉我为座上宾，为他们勘探风水找宝穴。可惜我被名利冲昏了头脑，泄露太多天机，乃至现在受到惩罚，孤苦一生。不过也不亏，
世间该享受的我也都享受了，如今四海为家，到处流浪，倒是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庄二见眼前自称名为周泰的乞丐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不像张口胡说，当即倒了杯茶递过去赔礼道歉。周泰又道：我也是瞧你顺眼，指点你一二。周泰招招手，等庄二凑过来，神神秘秘说道：我在村里一路走来，瞧那口古潭有些门道，那处风水极佳，卧龙藏水，乃是蛟龙升天之地。蛟龙虽走，可潭水藏灵纳气，龙气犹在，不失为一个风水宝穴。如果把先人尸骨葬入潭中，沾染上龙气，不说做那达官显贵，富贵一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庄二听得两眼放光，道：是要家父还是家母骸骨？周泰道：都可。庄二又虚心求教：我该怎么将他们葬入潭中？周泰说：只要能将尸骨沉入潭正中龙眼位，如何下葬没有讲究，等染上龙气，你呀就等着时来运转，享福吧。庄二此刻飘飘然起来，仿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当即给周泰磕了2个响头，多谢先生指点，如果我能咸鱼翻身，定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。周泰一把将他拉起，又说道：你呀也不必谢我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得到什么总要拿东西去换，你想富贵就要抛下一些寿命，我看你虽没福运，寿命却是长，怕是能活到古稀。如果你想要逆天改命，至少需献祭20年寿命，你想好命和财选哪个？庄二毫无迟疑说道：当然选财，如果今天不是遇见先生，我这命早舍了去，这样赖活还不如死了痛快。别说20年，只要能改命，哪怕只能享受3年5载，我也愿意。周泰点点头，行，那多的话我也不说，只有一点切记，此举乃逆天改命，只有乌云遮月之时才可操作。另外那处宝地想来生灵不少，你倒是注意将他们赶走即可，不要害了性命。多谢先生，那我现在先去将父母尸骨挖出，您在我家歇歇。不了，老朽走了，这年纪越大越待不住，就想到处走走看看。等周泰离开，庄二迫不及待去山上将父母尸骨挖出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此刻已成白骨，他将白骨装在篓里，分2次搬回了家，再找一个大坛子都塞了进去，兴奋地等待深夜来临。好不容易盼到半夜，庄二运着坛子来到深潭处，此刻乌云密布挡住月光，漆黑一片，正是周泰所说乌云遮月的好时机。庄二点燃火折子，瞧清龙眼位子，就借着水力往那处去，好不容易将父母尸骨放到正中心，正待扶起时，忽然一个老妪瞪着一双死鱼眼，恶狠狠望向他，随后望向尸骨位子，仿佛在说：将那骨头拿开。庄二死都不怕，自然也不怕这老妪，没有理会，接着往上前。接着又出来一个老头，与这老妪一起，一人抱住一条腿不让他走。眼见肺里的气快要没了，庄二抽出腰间的匕首朝他们挥去，结果匕首晃过人影，却是没有实处，胸口越来越闷。庄二努力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正在这时，龙眼正中坛子发出莹莹光亮，一对慈眉善目夫妻出现，赫然就是庄二生生父母。他们过来拖住老头和老妪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微笑看着庄二，指指坛顶，让他快些出去。庄二见着父母仍是10年前模样，依然护着他看着他，不禁感伤不已。可再不上去，怕是今晚一切都会功亏一篑。庄二忍着悲痛往上游去，这时乌云已过，月光透过水面往下倒映，眼见马上就要上岸，突然一条白蛇游来，庄二如同那惊弓之鸟，不管3七21，挡在面前的皆挥着匕首砍去，嗖，白蛇斩成2段。庄二不管不顾，拼命上了岸，喘着粗气，癫狂地笑了：成了，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庄二事情办妥，
回去好好睡了一觉，盘算着自己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来。谁知等了1日、2日、3日，这还和以往一样啊！庄二恨骂一声：“老骗子！”这日，庄二饿着肚子，好不容易睡着，结果梦中情景让他翻来覆去，惊恐不已。那个老头和老妪，以及那条白蛇都恶狠狠盯着庄二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夺人宝地，乱杀无辜，你会遭报应的。”梦醒后，庄二害怕极了，结果等了几天，富贵和报应一个都没来，慢慢也就放下了，想死的那个劲过了。现在让他下定决定再死一遭，又没了这个勇气。庄二自我安慰道：“好死不如赖活，得过且过吧。”没成想，过了1个月，庄二竟然开始走狗屎运，走路捡着钱，这可是20年来头一遭。庄二见四下没人，赶紧揣进了兜里，晚上睡觉都美滋滋地抱着。第2天下地干活，一榔头下去，一个声响，抱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坛金元宝。庄二傻了眼，这片地抱的没有10遍也有8遍，从没见过这宝贝，怎么今个突然出现了？不管从哪来，找到了就是自己的。自此之后，庄二田也不种了，靠这些金元宝进城做生意，做什么赚什么，有如天助，没几年就赚得盆满钵满，变成远近闻名大富人。有钱之后，之前羡慕别人有婆娘孩子，现如今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妻子小妾一个一个往府里抬。再过1年，儿女双全，庄二每日锦衣玉食，生意也没什么烦心，妻子贤惠，小妾娇媚，儿女聪慧，转眼无忧无虑过了几10年。庄二此时已白发苍苍，垂垂老矣，一日午睡，庄二躺在摇椅上，晃晃悠悠间想起当初和老乞丐周泰的对话。周泰说，观他面相能活到古稀之年，但若逆天改命则折寿20。庄二心跳一顿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再过10天就是自己50大寿，原本可以活70，折寿之后岂不是只能活到50？当初寻死是日子实在苦，活不下去，可如今看着眼前富贵，怎么能甘心死？庄二叫来子女，细细说了当年的事情。儿子庄贤说道：“爹，当初既然是高人指点，那如今再找一高人化了眼前困境就是了。”庄二一听，直拍脑门，真是老糊涂了，还是儿子聪慧。于是马上下令全府上下即刻去寻有真本事能改命延寿的高人来。隔日就有下人来报，城西有个姓吴的风水师，神通广大，不光替人相看阴阳宅风水，也能看相算命，甚至传言他能让死人复活，每日去求他的人络绎不绝。庄二马上带足钱财前往城西，到吴大师那一看，果然人满如潮，递了20两银子拜帖后，门童将庄二引了进去，讲明来意后，庄二期待地望着他，谁知吴大师摇摇头道：“人的命数那是天定，我一个小小风水师无能为力，这位老爷，您请回吧。”庄二挥挥手，几名下人抬着一口华丽箱子走了进来，一打开，一时间宝气冲天，让人看花了眼。谁知吴大师仍不为所动，庄二又挥挥手，下人再次搬了一口箱子进来，瞧着费了很大力气，打开箱子，黄金满目。见吴大师仍没有动作，一箱箱金银抬了进来，最后占满了半边屋子。饶是吴大师那等淡定之人也按耐不住了，他终于开口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想帮你续命，实在是这事危险万分，稍有差池，不光是你，连我都性命难保。而且你大限就快到了，很多法子也没法用，为今之计，只能用假死之术瞒天过海，骗过阴差才能暂且续命。”庄二一听，这是有门啊，不然也不会告诉自己。于是庄二许诺，事成之后，金银再翻1倍，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吴大师咬咬牙，想着这事办完，
可富贵半生，拼了。不过吴大师向庄二说道，你命中没有财运，现在财富都是拿寿命换来的，你如果想要续命的话，必须将钱财都散尽做行善积德之举，不然就算骗过阴差也骗不过老天爷，这些钱就是你的买命钱，知道吗？庄二听完有些迟疑，虽然散尽家财有些不舍，可若是连命都没了，还要这些钱做什么？于是咬咬牙，点头应了。想不到前半生为了钱财舍了寿命，后半生为了寿命舍了钱财，真是世事无常，人心难测。庄二回去后就依照吴大师的意思，备好棺椁，忐忑中等来自己大限之日。那日，吴大师如约而来，让人在院中挖了坑，将棺椁放进去，然后到了晚上命庄二躺进去，再三叮嘱，如果有人喊你名字，千万别应。庄二点点头。随后吴大师盖棺填土，燃起一盏灯，挥动一柄桃木剑，脚踏步伐，神鬼莫测。看着子时已到，便停了下来。此时院内凭空刮起阵阵阴风，犹如12月寒风刺骨，让人生寒，仿佛一瞬又仿佛万年。一阵锁链声传来，此刻院内除了吴大师及家眷没有旁人，只听见锁链声越来越近，直至新坟位子停了下来。稍后锁链声绕着土堆走来走去，似乎在寻些什么。众人大气不敢出，站在那盼着早些结束。约莫过了1炷香时间，锁链声终于消失了，阴风也随之消失无踪。吴大师长舒一口气，成了。庄二家眷忙问道，可以将人挖出来了吗？吴大师点头，自然，动作快些。又一阵忙活，棺木打开，只见庄二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要是再晚一会，怕是要闭过气去。新鲜空气传来，庄二猛地吸了一口，咳嗽2声，睁眼开向众人，成了，得到肯定答复。庄二长舒一口气，向吴大师讨教，刚刚我似乎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吴大师回道，那是阴差在唤你的魂魄，你要是应了，怕是齐天大圣出马都救不回来。随后吴大师又说，我所用之续命术，可以屏蔽阴阳，混淆生死。那阴差这次被骗了过去，下次再来就是10年以后，这10年你可高枕无忧。庄二一阵拜谢，又命下人取来金银陪吴大师一同回去。隔日，庄二就让儿子清点家中所有钱财，准备照吴大师叮嘱散尽家财。可当家财散尽后，庄二一阵惆怅，没想到过了半生依旧一场空。唯一值得庆幸便是命保住了，好歹也享受了几10年富贵，值了。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几日之后，一家人吃饭时，庄二突然喉咙一紧，口喷鲜血，染红了那一桌子菜。众人惊愕之际，庄二喊出一声，快去找吴大师，便昏睡不醒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儿女皆守在身旁，跟他说道，吴大师七窍流血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庄二不解，阴差走了，钱财也散尽，为什么？这时身边的儿女异口同声说了一句话，庄二满是惊恐，气绝而亡。我们说过你会遭报应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